大家好，我是13安。那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雅马哈 R15。哇，这台车询问度真的非常非常的高。那我想，自从小阿鲁出来之后呢，大家对于轻档啊，应该特别有兴趣了。不过这台 R15是没有正式引进啊，所以算作是水货车。这台 R15呢，就是配的是经典的雅马哈蓝色。其实你从外观来看呢，这台车其实非常的宽。我说以轻档150的房车来讲，我觉得它宽蛮多的，它甚至有点像之前250这种宽度，但实际我没有去测量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那看到这个车头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我说，等一下，是 CBR 150吧？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雅马哈现在开始走有点之前 Honda CBR 的 style， 非常中间这个如果是大车的话，重车的话会是 Force Induction。不过这呢，其实只是个装饰品啦，它连导入后面的那个冷却系统都没有，纯粹就是装饰而已。那看到这边写 PPA 呢，其实 PPA 就是跟 Honda VTEC 是属于一样的系统啦，就类似的系统。它就是在低转跟高转的时候呢，因为切换 Cam Profile 之后，可以有不同的输出，那可能可以达到低扭，然后和高转速呢，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尾速。高的马力这样子，坦白说，在小车上面看到这个其实还蛮难得的啦。那这个车壳部分呢，像我刚刚讲的啊，这边真的有点宽，旁边这边做网状，其实是故意延伸出来。这跟小阿鲁有点类似，小阿鲁是这边做比较宽，但是这台车更宽了。坦白说，我实车是非常漂亮，但是还是有一点觉得，小车穿大衣，其实就是因为这些饰板的关系。那这台车就这边有很大的饰板。在这边，那这当然就不是车架，车架是下面这个。不过你直接可以发现这是 Delta Box， 环保式车架，我这真的是为什么 R15有这种东西，可是 R3没有呢？我就不太懂。从这边看，单看这些配件啊，真的觉得是雅马哈有听到就是消费者的需求，然后知道说小车也可以把这些大车元素放进去。光这种后摇臂的造型啊，其实就打败一堆人。那实际它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呢？我觉得这要再观察啦。那实车来看，我觉得这前叉非常的粗大，它走40 mm。这我也不懂了，因为 R3 是37 mm， 然后这个是给40 mm， 所以我就真的不太懂。但也许就像我之前讲的，雅马哈这次做法就是小车穿大衣的感觉，什么东西都加大1号。那其实骨子里还是150的级距的车子啊，但实际上载车是155cc， 所以它可以压出了，我记得是20匹马力。哦，差点忘记提，它后面这是多连杆避震，所以刚好配合它的前叉。其实这整个 package 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甚至其实远远超过很多市面上发售的150跑车。单柱盖是不能用钥匙开的，这很奇怪。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骑车去。好，启动。说实话，这个仪表板真的是我看过目前雅马哈车子里面小车里面最大的仪表板。这好像宽度就是有点像 MT-07了吧，或更大。应该说这个字啦，这个字体非常明显。
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我要看几档或者多少速度都非常清楚，只是有一种很像那种老人手机的感觉。我先说这个 clutch 好了，这个离合器非常的轻啊，超好拿捏，它这个轻到就是比我觉得比忍300还要轻。当然，如果你有2台车的话，可以直接做比较，但是我觉得更轻。相较起来，我那台 WR 的滑台车那个离合器按到就是手要抽筋。都是泥巴。哦，说到烂路这种滑的地方，就可以讲到这台车没有 ABS。那没有 ABS 的车呢，就像我现在如果重心往前，然后轻轻踩下后刹车，对吧？就是直接锁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是还好啦，因为后刹的话都 OK， 就怕就这种前刹像这种地方有点泥泞，或是后面那边那种排水口哦，那个前刹就要特别小心了。好，那既然在这边山区的话，这边是五指山吧？可以看那只狗在大便。不过我知道很多住台北人非常喜欢骑这条山路，因为就离台北最近嘛。对，来一探个究竟，经过一下，不会冲太快。这种时候骑这种小车啊就很不错，因为你不用太快的速度，就觉得很有乐趣。好，3档出现 VBA。还过7000转，差点不够力。不过我刚刚在下面有看到很多野狗啦，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野狗是见怪不怪了。不过我自己是比较紧张。地上有点湿湿的，昨天凌晨好像是下雨。我的速度又不够快到可以到它 BBA 力量输出的地方，可是2档又觉得有点太紧，对。有点尴尬。狗狗过马路，它的高转一直拉到底，那种力量，我觉得没有小阿鲁来的爆发感呢。哦，Ducati Postmart， 哇！原来大家都来这边喝咖啡休息，那真的不错。太多狗了吧！好了，说到这个 BBA。我自己是比较没有特别感受到它的变化啦。那我记得我那天有去看它的马力图吧，它的输出其实是蛮平滑、蛮 linear 的，所以应该是利用这个方式的科技呢，然后让它的低转一直往上，到高转的时候一直呈现是一个饱满的感觉。所以一开始我听到 BBA 的时候，我以为是好像高转之后突然间就是可以有那种冲力啊，或是更快或什么的。就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台车如果没有利用这个 BBA 的技术的话，它应该是在低转的时候，如果只用同一个 cam profile 去做的话，可能就相对低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是被人凹下去，然后再往上冲。那也是因为 BBA 的关系，对这台车，我觉得它在低转的 pickup， 我觉得它比小阿鲁来得更轻快啊。虽然说它的整体车子啊，我觉得看起来是比小阿鲁杀，可是反而在低转的过程中。它骑起来我觉得是好一点，只是高转没有小阿鲁那种爆发力的感觉啊。
我又碰到滑离合，小滴声。那当然，除了这个油箱比较宽大、比较好夹之外，我觉得它的整体，比如说它的脚踏啊，还有它的手把的设置，它这手把设置其实是算，我觉得以这台车来讲算蛮低的。但是因为它的脚踏跟它的手把是配合在一起的嘛，它脚踏不像之前骑小路的时候，脚踏也会觉得怎么有点街车的设定，这台车就是当然就是给你一种跑车的设定。所以整体骑起来之后，加上配上紧夹你的油箱再骑，我反而觉得比较不会那么累。那一开始我在骑这台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离合因为比较偏向外面，对，像我就会觉得那个咬合的时机我自己抓不太好，那可能要适应一下，所以我干脆就也不适应了，刚刚就全部都无离合来做。我在踩这个档杆的时候呢，我觉得它非常的干脆。这小车通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档杆的那个换挡感觉会有点拖泥带水啊，或是有点松松的。不过这台车不会。那你可以注意到，我刚刚其实退档并没有说特别的用离合，然后配转速。那有一部分可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它有滑离合啦。所以这边在骑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好像会容易造成后轮锁死或是配档数不顺的感觉。那就我刚刚那短骑的时候，我是觉得它的前后悬吊的配置呢，刚刚好。那前叉我觉得它回弹反应也不会让我觉得可能太快沉下去啊，然后或者太过度弹跳。坦白说，我也不知道阿嬤在做这个悬吊设定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重量，因为我是73公斤嘛。也许比我重或比我轻的人感受也不太一样。整个这个反应我是自己是蛮喜欢的啦。我真的觉得，其实如果就这样的配置去跑赛道的话，应该很足够。不然跳空档。不过那个误触空档没有像我之前狭路这样那么的频繁啊。刚才跑山路的时候，刹车部分呢，我是觉得还可以再加强。不过像市区站骑走走停停，我就觉得反应非常够。那有些车的后刹其实就反应蛮奇怪的，像人300的，它反应就是有点那种0或1，也就是说你刹车刹下去，你轻踩一下，不然中了，啪，它就给你有点锁死的感觉。那有些人可能会以为那个刹车好棒好厉害会锁死，其实不是，就是有刹车反应不是很好。不过这台车就没有这种感觉。我这样是去哪里啊？这条是通到哪里去？它应该会接回去吧？这边再右转接回去。对啊，这是你一骑在自动上面行走的时候，可以觉得到说，这台车是不是感觉有点 cheap 啊？就是廉价、比较粗糙。像这台车操控来讲的话，就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是外观上感觉比较浮夸了。可是骑乘的话，实际体验是没有这种感觉。好，现在慢慢回到市区了，反而是像这样市区这样跑，我觉得力量比较到位啦。所以换句话说，我是觉得，如果以这样设计来讲的话 ，BBA 的确在底转部分有很大的帮助。哇，这夕阳这样子看不到前面，其实蛮危险的。Yep, that's what I'm saying. 我觉得如果你怕骑挡真的麻烦啊，尤其这种市区骑车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拉离合什么的很麻烦，很辛苦。那我觉得你真的要试试像这种有滑离合的车种，像我这样骑啊，走走停停的，这个离合真的是太好拿捏了，非常松。好，那刚刚忘了提一点，像这种轻仿赛啊，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趴起来追尾速的话，我觉得这个姿势是有点不是很舒服，因为你真的要压的话，其实要压这么低，因为油箱是很低的很多，有点难啊。那风阻的问题呢，其实因为今天速度最多也是70公里，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觉得说好像风阻很大的感觉。不过的确，这个风镜这样打过来的话，它风是不会在你的胸口这边啊，
应该都在你头上居多。车就是这样，推着档直接加速，不用等，方便啊。好，我现在要去吃饭。停车位应该算好找吧，小车的话。讲到最后，发现有件事情忘了跟大家提，就是在这轮胎，配置前面是100，后面是140，你没听错，140，天哪，140哎！因为通常车子小的时候啊，其实，不用这么宽大，骑起来是比较不会那种拖重感。像我让这台车跟其他车停在一起，真的是有点，不忍啊！我刚想说，大家说白牌车好停车啊，可是实际上，当你骑了这样子的白牌车之后，你就不想跟人家挤啊。就后来跑来停百货公司，改的 MSX， 结果还是骑车来吃饭，然后停星光三月下面。刚刚说不知道现在这个前头灯 LED 的头灯晚上是不是够亮？现在刚好可以测到，因为已经晚上了。光是很白啦，不过感觉好像没有特别的亮。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台车跟小阿鲁到底该选哪一台？整体骑乘感觉我是比较喜欢 RE5 的。那除了是因为悬吊给我反应啊，它的前面平常低扭起跑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加上这个大油箱罩。那外观部分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外观它是我自己是觉得它比小阿鲁好看。再来就是它的手把配置跟脚踏配置部分，我是觉得比较适合我。但是因为这台车没有 ABS， 它选配也不能选 ABS。那光这个其实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如果你是通勤为主的话呢，这台车坦白说你没有 ABS 啊，跟小阿鲁比起来的话，就损失很多。这不是说因为它有滑离合啊，比较起来的话是可以说相比，因为实际上 ABS 一定是比其他像是滑离合或者其他它的引擎技术来的重要，安全性来讲啦。当然，如果你买这台车，你本身就是想要走性能取向，你就是想要沙湾跑山路，那或是想要带这台车去赛道玩的话呢，就是比较纯粹就只是为了跑玩乐性质的话，那我觉得选这台车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刚刚前面好像有拍到，现在这个车灯啊，它是两边的灯一起亮，因为很多人其实一般摩托车来讲啊 ，low beam 就是近灯跟远灯是分开的。前面是 Lamborghini， 信义区真的是很多好车，所以它这边一开启的时候是一起亮，然后开并的话也是一起亮，两边一起亮，这样的好处就是别人不会再问你说，你的车灯坏了。另外还有就是这台车，我不觉得有那么大的震动感。我骑起来的时候，手其实没有那种麻麻的，因为有时候震动感很大，骑久的时候你要是不骑车，突然觉得手里面有点麻麻的。这台车我觉得没有这个问题。好啦，那这次试骑 RE5 的影片就到这边，准备要去还车了。那之后呢，我还会去试骑其他车子，所以如果你对试骑没有兴趣的话呢，赶快订阅，不要错过。谢谢大家。